宇宙中央种族的起源、关系与探索。尽管人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掌握的知识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不确定人类的起源。许多理论试图解释人类意识诞生的生物学根源，比如特殊创造论和人类流放论。在造诣者神话、中央种族的故事中，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这个神话故事旨在打动读者的内心，鼓励他们进入超级意识的状态，发现他们的灵性起源和本质。这个神话故事围绕着造诣者，也就是宇宙中央种族，神最初创造的存有，他们负责人类的进化。詹姆斯·马胡，造诣者材料研究的先驱和创造者，在他的著作《造诣者全集》第1卷中介绍了造诣者的概念。这个理论与光之工作者、地球天使、星际种子和水晶儿童的概念非常相似。造诣者简介。造诣者这个术语与人类创造出的新意识有关，这种新意识允许他们形成了新的身份。这个词源自2个词语，意和制造者，分别指代的是让状态进入行动之中和人类核心的意思。本质上来说，詹姆斯·马胡认为人类正在经历一个成为造诣者的过程。他制作了造诣者的材料，作为对他当时所说的能量场的回应。他逐渐理解了这个所谓的能量场，之后他将其命名为造诣者，也理解了其中的目的，以及他与自己还有整个世界的联系。马胡早在10几岁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预知景象，这些景象让他明白，造诣者作为一个概念，其目的是通过各种类型的故事，包括但不限于视觉艺术、音乐、诗歌、哲学和神话故事，在全球社会得到认可和表达。他认为人类有一种本质，他称之为灵性平等。这种灵性上的平等很难用言语来定义，也很难用运动、音乐或者艺术来描述。这种本质是无以言喻的，也没有形象来表达，深深地隐藏在所有人的内心深处。根据马胡的研究，人类将会进化成为造诣者。这种转变意味着由物质身体、情绪体和心智体构成的人体载具会变成一种新的载具，一种可以承载灵性意识的载具。这种灵性意识会推动灵性平等本质的表达。人类将会获得新的视野，不会被他们的贪婪和欲望所驱使。相反的，他们会在他们灵性意识的帮助下做出决定，并且过上以爱为核心的生活。马胡制作造诣者的材料，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在他们的旅途当中获得灵性意识。他强调，这些知识绝对不是强迫任何人去相信他所相信的。这些知识的制作是为了鼓励人们揭示出需要揭示的，并且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并且分享灵性平等的本质。他希望人们在面对展现给他们的无限可能性面前敞开心扉。造诣者神话，中央种族的故事。什么是中央种族？光之存有，中央种族，据说是由神创造出的第一批存有，又叫第一源头种族。他们是爱、智慧和力量的象征。他们的永生灵魂拥有着光芒四射、纯粹的光所构成的身体，他们也被称为神之光或者神之子。中央种族分为7个家族，又称之为光之部落。光之部落记载在了地球上的文献当中，尽管数量不多，
他们以耶洛因、天使之主和光辉者的名字为名。这些光之存有被视为神，然而有人认为他们就是我们，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人类过去还有未来的自己。物质宇宙的结构和中央种族的家园。人们认为宇宙中央种族居住在宇宙的中央，也就是伟大物质宇宙的核心区域。在第一源头种族家园之外是7个超级宇宙，也就是7个光之部落的家园。我们所在的星系银河系就位于第7个超级宇宙之中。中央种族的家园是散发着爱的神秘美丽国度，在他们的家园当中，他们的灵魂与神与彼此合而为一，让这个地方与宇宙和谐的交响曲一同震动。中央种族的灵魂知道他们是第一源头种族，他们的存在超越了时间还有空间，他们把自己和彼此看作中央宇宙的主权实体。造诣者是灵魂载体的制造者。中央种族的灵魂有一个使命，就是探索他们居住的超级宇宙的浩瀚领域。为了完成这个目的，他们打造身体载具，从而可以移动并与当地的环境进行互动。从此之后，身体也被称之为灵魂的载体。灵魂的载体是一个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看到、感觉到并进行互动的身体。为了给灵魂的载体带来生命，第一源头种族灵魂当中有意识的一部分要被放置其中。因为他们是无限的存有，中央种族的一员只需要把他们意识中的一小部分，或者说是一个小的片段，放置进入灵魂的载体当中，他们可以用他们本质的这一小部分来激活上千个灵魂载具，并把它们同时发送到不同的地方。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大部分的意识仍然留在中央宇宙当中。这些灵魂的载体就被称之为造诣者，他们是中央种族的特殊派别，是人类种族进化的幕后推手。灵魂的载体是中央种族的成员为了探索浩瀚的宇宙而创造了临时性载具。灵魂的载体必然会成长、死亡、转世，然后继续他们对不同领域的探索。总而言之，我们都是造诣者，都是来自中央宇宙第一源头种族的后裔。作为一个循环的探索之旅，当灵魂载体在不同的宇宙当中旅行还有探索的时候，他们被赋予了创造自己实相的自由。一旦在一个地方定居，他们就可以适应周围的环境并学习当地的文化。最终千万年之后，灵魂的碎片会回归到本源。尽管灵魂载体最终要注定回归他们的故乡，但是回归的路径却是未知的。如何回家的知识对他们来说是隐藏的，因为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回家，一旦当他们遇到表面上看上去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他们就会即刻产生回家的冲动。灵魂碎片倾向于寻求家园的舒适还有安全，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回家，他们认为自己是与他们的源头分离的，从而不对其抱有幻想。虽然回家的路是隐藏的，但是灵魂碎片只需要从内部着手就可以到达。灵魂碎片只有到达真正觉醒的最高境界，才能进入到回归之路。李律克斯，那些负责引导灵魂碎片回归之旅的存有被称为李律克斯教团，或者简单的称为李律克斯。他们为返途旅程提供方法还有线路。李律克斯的作用仅仅是提供引导，由灵魂的载体做出是否要开始这个旅程的个人决定。他们即将回归到他们本源的一个迹象，就是他们开始把他们的想法、情感
和心愿与它周围的其他存有结合起来。灵魂碎片即将返回家园的第一个明显迹象就是，他们开始阅读造诣者的神话。由李律克斯所讲述，一旦你灵魂的载体阅读了神话和故事，你内在的与整体导航器相连接的那一部分就会立刻觉醒，然后你就可以踏上回家的路了。当前有必要强调，返回的路径不是指物理线路或者某个地方，这里所说的家不是指具体某个物质层面的目的地，它不受制于空间还有时间，它是无限的，它无所不在，它就存在于你存在的中心。由李律克斯给出的神话和故事，旨在帮助你意识到自己的起源，并且提醒你，你是与存在的所有一切相连的纯粹存在，你不是一个分离的个体，你是中央宇宙的一部分。把你个人的故事与宇宙伟大的故事融合起来。在了解了造诣者的神话之后，你现在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存有，而是第一源头种族、宇宙中央种族存在的一个有意识的灵魂碎片。你真正的家位于中央宇宙的边缘，造诣者居住的地方。这个意识提升的过程称之为伟大门户的发现。重要的是要知道，你根本没有离开过家，第一源头，也就是你灵魂的主要部分，从未离开。相反的，你作为某种特使，被派去前往探索物质宇宙。有了身体、心灵和思想，你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认同为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你在地球上经历的一切，都嵌入在你个人内在的全息图当中。不论你个人内在全息图当中嵌入了什么，都会被你内在静止的安静中心所吸收。这种输入会自然而然地被你存在于超级宇宙的灵魂主要部分，通过灵魂连接网络所吸收。如之前所述，中央种族存有可以用它们本质的一小部分，赋予上千个灵魂载体以生命，并同时把它们送往各个地方。当前，来自相同第一源头种族的其他灵魂载体，可能同时与你存在于地球上。总而言之，你的灵魂与其他很多灵魂碎片交织在一起。此外，你们所有的人都把你们的经验和知识发送给了你们最初的灵魂，创建了一个由成百上千个意识片段构成的中心枢纽。主权一体性，所有一切的目的。上述一切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主权一体性。主权一体性是一种统一的、有意识的整体状态。这种完整性只能通过允许灵魂碎片转世到物质层面，探索千万年之久才能实现。通过获得主权一体性，所有的灵魂都可以转变，达成他们的最佳形态。只有当灵魂到达他们的最佳形态时，他们最终才能成为第一源头神圣良善的充分传递者。只有当7个光之部落聚集在一起，庆祝他们的完整性时，这种统一才会终结。地球上那些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主权一体性的个体，把它称之为涅槃、开悟或者宇宙意识。人类体验到的终极幸福，只是实际主权一体的一个小的片段。灵魂的载体无法感知其完整的转化过程，因为它超越了人类载体可以感知的范围。简单的来说，就是你可以轻微地意识到这种转变，但是你不可能去全然地体验它。尽管人类载体有着受限的能力，其存在对于启动转变体验来说，
至关重要。神话叙事。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语言、传统、民间流传、传说，还有神话，来了解许多起源的故事。神话故事是真实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不过，神话故事当中确实有事实的组成。造诣者可以被看作当代的神话，不过它揭示出了有关人类灵魂及其与多元宇宙之间的关系。造诣者神话的目的是打开人们的双眼，帮助他们重获真理感，唤醒他们的直觉能力。